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6月20号，昨天是美国一个假期，六月节，就类似重阳节似的。那么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我们今天开始直播，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是9点半开始，计划直播1个小时，或者说更长时间。因为今天我比较有时间，所以可以直播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的时候，我先简单说一下，现在因为周三6月18号，美联储公布了它的利率决议是继续保持不变，对吧？然后川普也没有闲着，继续大骂这个美联储主席，说他 too late， 说他骂他非常蠢，然后说他对国家危害特别大。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上大骂鲍威尔，骂得非常难听啊，一点也不给留面子。当然了，这也是川普的本色。那么，但是今天盘前的时候出了一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美联储的一个理事叫沃勒，他呢这个理事呢他是有投票权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美联储有可能在7月份的时候就有可能降息，他赞成7月份就考虑降息的说法，然后他也认为关税不会导致持续通胀，这是在美联储6月18号之后首先蹦出来的这么一个理事说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也可能刺激到了今天这个美股现在开盘之后是一个小幅的高开，或者说小幅上涨，现在目前上涨了0.44%，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美联储理事沃勒的这个表态有关系，对吧？因为之前大家从6月18号美联储的这个主席的大记者会上，还有他们那个点阵图上都看到今年还是要预期是降2次息的，但是没有想到刚刚开完会，然后这个沃勒就出来了，说要可能7月份就可能考虑降，他说可能不应该等到就业市场崩溃之后才开始降息，对吧？不知道他的这个沃勒的影响力有多大，但是起码对市场来说，越早降息肯定是好消息了。但现在市场其实关注的除了降息以外，还有最重要的或者说相对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有一位朋友 Rusty Croc Hong Kong， 现在美股跟香港恒指像不像五浪楔形？你需要说一下周期。你要不说周期的话，如果默认的话就是这个日线。日线的话是的，是五浪，1、2、3、4、5，这个我已经说过多次了，对吧？你把它说成那个传统理论，你也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楔形的整理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五浪之后不代表就要暴跌，五浪之后只是说这一段有可能结束了，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出中枢来，对吧？你如果说结合缠论和波浪理论的话，因为波浪里面它告诉你之后，波浪理论是讲一个1、2、3、4、5之后，它有一个 ABC 的一个回调，对吧？这是波浪理论告诉你的。但是呢，这个 ABC 的回调可大可小，它是可以是这种一个五浪上涨对应一个五浪下跌，或者说是一个五浪上涨然后对应一个直接就打到最低点的一个三浪也可以，对吧？这个就是从这个点位开始，从五浪结束这个位置之后，这全都是预测，所有的这些都是预测。
预测是不能够用来交易的，这位朋友。千万不要把你个人的主观预测带到你的交易里面来。我们所谓的预测是不测而测，就是缠论里面讲的预测是什么呢？是不测而测，就是完全分类。你把它可能的情况都分析好了，因为股票之所以可以用完全分类这个方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变化少，它只有3种变化，要么涨，要么横盘，要么下跌，对吧？它不像像以色列跟伊朗那个战争，它的变化太多了，你是没有办法做完全分类的。所以说股票之所以可以用完全分类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变化少。那么你只需要把它的3种情况都分析好了，涨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对，横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对，下跌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对，它每一种情况变化都有一个临界点，它从震荡模式或者说它从一个五浪模式变成一个震荡模式，它是有临界点的呀，对吧？它首先就要回来，首先我们可以用模型演变一下，它从一个五浪模式怎么回来能够变成一个震荡模式呢？就是首先要碰到这个前面这个高点，碰到这个高点，这就是临界点，对吧？碰到之后，然后这就有一个区间了，但是呢，区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在缠论里面它是中枢，这就构成了一个中枢了。那么围绕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策略，高买低卖，或者说是一个箱底策略，这都可以，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你所做的就是一个低买高卖，对吧？或者说高卖低买，就是一个箱体震荡。什么时候不再进行箱体震荡呢？那么缠论里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办法的，就是3买和3卖。你首先要出现一个3买，或者说向下的时候出现一个3卖。3买和3卖出现之后，它就不再继续围绕你所处的这个区间进行震荡了。它要么出现3买的话就是向上生长，出现3卖的话就是向下生长，对吧？所以它每一种变化都有一个临界点，临界的一个条件，你只要触及那个条件，它就会向另外一种方式演变，它就从了一个上涨变成了一个下跌，或者说是从一个上涨变成了一个横盘震荡。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猜，我们只需要把它每一种变化的这个临界点找到了，那你就好应对了就可以了。所以这其实很简单的，不需要去预测它。那么我也说过，现在在日线上它是一个5浪，或者说是缠论的话是一个3底3浪也可以，因为它这个其中这个回落呀，严格定义的话，因为有包含处理关系，它是没有办法严格定义是不够一笔的。但是你要如果用波浪的话，是当成一笔没有问题，对吧？3也好，5也好，这最后都算是一个相对的就是尾端，就这一波上涨的尾端，而不是说它上涨之后还可以继续后期的演变，对吧？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位置，首先你的仓位不能太大，也不能太重，等待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的时候，那么就要跌破这个位置5963，它只有跌破5963，它这个回落才够一笔呀。现在连5963都没有被跌破，对吧？它在更小周期上，在这里一直横在这里面，小周期上1小时上，它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的，所以说它没有方向。那么现在在等什么呢？我估摸着现在，因为现在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也完事儿了，应该就是看有没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这个有没有一个结论，对吧？是不是美国要出兵直接参战，这个对伊朗进行打击，把它的核设施干掉怎么样，对吧？现在就是等这个事儿的。那么其他的对市场能够造成更大威胁的，现在这个贸易战。因为马上90天这个快到期了，7月某号就要到这个之前川普4月份就4月9号这一天，4月9号这一天他不是说要延迟90天嘛，对吧？马上要到了，所以7月份看他是不是继续往后延。但是整体来讲，现在市场对川普的一些言论已经不太感冒了，因为他不是有一个叫非常有名的taco trade 嘛。这个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应该是英国财经时报的一个记者首先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对吧？给他起的外号。英国人非常幽默，你如果说接触过英国的一些人的话，
天生自带幽默感。这帮英国人真的是，我也是挺佩服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幽默感，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带双关。那么他给川普起的这个外号也非常的精准，对吧？证明了他所有的现在起码从4月份到现在确实是这个 taco trade。那么现在市场对川普也不感冒了，你川普你可能说一些硬话，但是你光用嘴说没有实际行动，对吧？那你任何的回调都是买入的机会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现在，但是呢，现在马上6月这个交易月快要结束了，也就是第2季度快完事了，也就是半年要过去了，那么就是又到了这个财报了。就是我估摸着呀，大的变动可能都在这个6月的之后，等财报。等第2季度财报、半年报出来之后，那么市场可能对公司的，因为美股嘛，虽然说也受到这些大的经济事件呢、地缘政治的这个刺激，会有一些波动，但更多的还是公司的自身的一个情况。你长期看，比如说你长期看苹果的这个图形，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的，对吧？它也有很多的回落，但是你现在，拉长周期看的话，这是1987年，这是一直就盘旋上升的呀，对吧？短期的都是对这种大公司、好公司都是盘旋上升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个理念就是选好公司，然后中长期持股。你只有中长期持股，为什么巴菲特当然了，他也卖了一些苹果的这个股票，现在可能还有1/3吧，30%到40%占他的总体持仓。之所以卖，很多原因了，因为这个对可能税收方面有影响啊，还有其他有各自有各自的考虑。但是，你想长期吃到这个红利的话，跟随这个公司的这个上涨、这个成长，吃到这个上涨红利的话，你不长期持有的话，你吃不到的。你只是想做短线，每天赚那个3、5点，你吃不到这种红利啊。你可口可乐的，这都一样的。对吧？可口可乐的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代码是什么来着 ？Coco， 我记得是这个呀。Anyway 吧，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理念啊，不是那个让你每天去做这个短线，对吧？这是可口可乐代码 KO， 这是巴菲特这个持仓时间非常非常长的。你看他，虽然说他每天的波动并不大，但是这可能是经过复权之后的。最底下是 0.18 呀 ，0.18 这是 0.18 涨到69。你这个长期持有的这个魅力就在这里呢。但是呢，你这个不是说任何一股票你都值得你去长期持有，你得选好了这个标的。那么这就是从了缠论告诉我们的3个维度，对吧？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这个技术面。很多时候，如果说你选的股票是对的、是好的，你可能不去做技术方面的这个差价操作，你也能赚钱。我们为什么选好了标的之后要做差价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持仓成本降下来。很多人之所以拿不住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持仓成本太高了。比如说，我也看好可口可乐，我他妈的70买的，对吧？现在的价格是69，你70买的，你肯定拿不住啊，因为你这个离这个现在的价格太近了。造成现在市场的短期波动，就造成你的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很多时候股票其实是一个心理游戏，其实就是你对这个股价的波动对你的盈亏这个影响，你有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成本很低的话，你的成本是5块钱、10块钱，现在是60多，你说你能不能够拿得住，对吧？你不亏钱，它再跌个10%、20%的，你只要不亏钱，你都能扛得住这个下跌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的是，选择了好的标的，要把持仓成本降来之后，你才能够长期拿得住。所以说，降低
持仓成本目的是其实还是为了长期持有。好的，那个简单说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多，可以简单说一说。然后看一下，有一个叫 Helen 高朋友问露露，应该问的是这个瑜伽裤这个吧，对吧？加拿大这个 Lululemon， 你问可以开仓吗？是吧？我看一下 Lululemon 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的这个大的这个图形，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月线的这个周期。那么月线的周期现在非常明显的一个大的月中枢在这里逛的呢。我把它的月线上给它补一下，非常明显的一个月线的一个中枢。好的，那么你有了这个中枢了，其实分析起来就不难了。我刚才在我刚才在这那个啰啰嗦嗦说这个指数的时候，我说过，想要脱离一个中枢震荡，你必须要要么出现一个三买，要么出现一个三卖，你才可能脱离一个中枢震荡，对吧？你现在针对这个 Lululemon， 在它的大周期上，我月线那个大周期并没有出现这个三买或三卖，对吧？虽然说从这个最高点，我们看也不是最高点，这个高点。423下跌到228，在月线上完美的构成了一笔，现在是在120月均线这里，120月均线是一个，它之前从来没有跌破过120月均线，你发现没有？这里是这个起涨点，这里是尝试过往下这个下跌，但是都在这个离这个120月均线都非常远。现在是踩到了，或者说已经跌破了一点120月均线。那么这个120月均线是不能够有效被跌破的。但是呢，它现在的状况稍微有点差在哪儿呢？这个 MACD 的这个张口有点大，没有缩减的迹象，然后柱子的长度还在伸长，对吧？说明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下跌的动能没有被完全消化掉，下跌的动能没有被完全消化掉，所以说。起码大周期上是不具备建仓的一个条件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小周期上看看有没有调整的够不够充分。那么现在看的周期呢是周线的，看这个后面的水印儿。我所有的分析这个股票后面都有水印儿。我们看一下周线上这个结构，周线上现在已经出现3段了。我们把这个关键的几个价格都给它标出来。对吧？现在周线上是这么一个3段或3浪3笔都行，就是一个叫法而已。那么这个第3段现在也跌破了前面这个小低点了，对吧？也跌破了这个234.84了。然后现在是只用了3周。现在好就好在什么呢？好就好在这个周线上的第3段啊，它力度没有那么的强了。你看它的 MACD。MACD 的这个柱子的面积明显没有那么的大，跟前面这段比较，所以说这个第3段有希望出现背驰，跟这个第一段比较。那么你现在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个第3段什么时候结束？那怎么判断结束呢？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上，现在日线上跌得太狠了，没有任何的止跌迹象。这个的想要止跌，这得起码要给个3段吧，对吧？你现在这个 MACD。我起码在日线上我看不到它明显的这个止跌迹象，而且还每天都在出新低。你说你这种情况你敢买吗？不敢买啊，对吧？说明这个下跌的这个动能没有任何衰竭的迹象，你必须要出现背驰才可以。任何的转折都是背驰造成的，任何的转折都是背驰造成的。我重复一下这句话。那什么情况下出现背驰？最起码3段才有背驰啊。这种盘整背驰，所以说，你要建仓，没有任何建仓的这个迹象，所以说，起码这个 MACD 你等它收平的时候也可以啊，收平的时候才有可能掉头往上走啊。现在连收平的迹象都没有，你着什么急呢？对不对？又不是说股票这个东西，我急着买进去了，我就能赚。如果说
什么时候都急着这个能做的事儿，那大家都急着赶着急，都往里冲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炒股票要看时机呢？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这是有讲究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不要着急，没有任何开仓的迹象，没有任何开仓的信号。然后再看有一个朋友 Jolist 朋友问一个 OSCR， 是一个 healthcare 是吧？还有 insurance， 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的，那现在没有背驰啊，从这个 11.2 上涨的这三段已经突破了 0.618 了，但是今天有点高开低走，有这么一个大缺口。首先没有的不要追，因为这种很容易，你1、2、3，它3如果结束的话，它小周期可以来一个4和5，你一追它就给你来一个回落，对吧？你可以从它的这个起涨点潜在的这个测一下它有没有一个如果想进的话，什么时候进呢？看有没有大点的回落，比如说给你砸到 18.6 或18附近吧，给个大的回落的时候你再进。那么这种你一追的话，就很容易这个给你套在里面。那么如果说手里有的话，说现在想减一点也可以，对吧？毕竟它在小周期上是一个1、2、3、4，可能再走4。但是如果说它的大周期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不用管它都没有关系。毕竟这是从我看一下，它从下面它现在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月线上是在走月线的第5笔或第5浪，这是一个1、2、3、4、5第5笔或第5浪，目标是突破 23.79， 或者说到 23.79 附近再看它的这个力度，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对吧？目前的这个力度表达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有可能是有什么消息刺激。是可能是一些投行给他，他的这个评级给他升级了还是怎么着？现在目前是涨了 13.5%， 对吧？所以这种千万不要追。那么想进的话，用小周期的看一下就好了。你说你的成本14，那不就是在这个起涨的位置是进的吗？非常好啊，手里有的话可以拿嘛。如果说那个拿不住的话，就用小周期的，对吧？小周期的，用一下小周期的这个打一打差价也可以。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你要不要做操作，那其实就根据你的一个个人的风险喜好有关系。如果说你的风险喜好比较低的话，我想落袋为安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些没有统一的，没有统一的答案。我这个图形跑到哪里去了？我把它调出来。刚才我不知道点了什么玩意儿，把这个把我的图形给我整没了，看一下。可能是这个在这里。好的，出来了。所以说，要不要减一点，那就看你个人自己了，对吧？这个就没有办法给到你，手把手的这个策略了。你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去考虑一下。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指数，现在基本上没啥方向，还是在这里趴着，就横在这里，在6000点在这里逛的，没有方向。今天我看新闻好像还说是什么三乌日是吧？所谓什么三乌四乌的，就是期权的结算日嘛。但是按理说波动应该大，再加上这个美联储的决议也出来了，然后
伊朗、以色列这面，其实现在这些你玩指数的话，或玩这个期指的话，可能期指的，因为你毕竟带杠杆，但如果说玩标普的话 ，SPY 啊、QQQ 啊，这些波动都特别小。你如果说只想找波动大的，可以去看看石油了、原油，其实现在是相对的还有点意思。还有一些跟比特币相关的那个稳定币相关的，最近这个稳定币不是出来之后特别火吗？像这个我们之前刚上市不久，我们就一直说过，可以再看一下，毕竟现在也没有人提问。我把这个稳定币的这个这个是CRCL 对吧？这是稳定币的老二，稳定币最大的是 Tether， 但是 Tether 并没有上市，所以说你要想买入或操作任何跟稳定币相关的，就只有它。那么它上市的价格是31，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就在这里，你去我的频道里面可以搜一下，当时我们就分析出来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这个它没有脱离这个中枢。那么中枢既然有中枢了，那就好操作了嘛，对吧？那么你买入之后，它啪啪啪往上涨，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当时是有没有什么让你出来的信号。那么就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我们把这个当时现在复一下盘，如果说从64这个位置的话，和当时到了这个位置，等比例在178，对吧？你到了这个位置是没有被持，这个没有这个不被持的，所以说力度弱了，然后又出现了顶分型，那你这个位置你可以利用它的小周期，有没有这个两个中枢减一减，然后给了一次回落，这次回落是一个完美的3买，不知道有没有人抓到这个位置，一个完美的3买的上涨是那个上车的位置。那么如果说你在当下的话，也可以测一下它的回落，对吧？回落的非常浅，离 0.382 有一点点这个距离，连 0.382 都没有踩到，回落的非常浅。然后再加它的这个内部结构的话，也是一个小3段，出现背驰之后又给了一个底分型，完美的小3买，1小时的3买，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抓到这个3买？为什么要去做这个3买呢？因为3买或者3卖出现之后啊，它之后就是一个单边段。为什么禅师其实更多的建议小散户多做3买和3卖？因为它这个不耽误时间，效率更高。你小散户的资金量小啊，你3买3卖随时进随时出，所以说他更多的建议散户是做3买和3卖。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够追呢？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涨这么多了，现在可不可以再进呢？那么我们光用含糊的分析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能不能够进的。那么我们有工具啊，从这个起涨点3段了已经，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位置。从这个104这个位置是起涨点3段，现在是对吧？那么第3段比第一段明显不被持啊。为什么说它不被持呢？因为它已经突破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等比例是在 204.87， 也就是说这第3段涨到 204.87 跟这个前面第一段的这个空间是相等的，说明它是到了这个位置，如果说上不去的话，那就回来，说明它的内部有背驰了，空间是一致的。一般这些机构是喜欢用这些等比例或者说其他的黄金分割的位置来这个有变动。那么现在已经突破了 204.07， 但是呢，传统理论里面说，是否站上某一个价格需要3个交易日或者3根 K 线，那么要看你的周期。你的周期是1小时的话，那就需要3个小时的 K 线都在这个 204.87 之上，它才能说是有效站上 204.87。但缠论里面是不是这么说的？缠论里面怎么说的？缠论里面说有效站上某一个位置，必须是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它是次级别上了一个站上某一个位置之后，一个次级别回落，它必须有一个回落测试、回落验证，才能够说我是有效站上了这个某一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只有次级别上涨，没有次级别回落呢。
它这个次级别上涨可能还没结束呢啊！你说怎么看它次级别上涨是不是没结束呢？降低周期，其实方法都很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这个15分钟上，15分钟上现在只有一笔，这里勉强可以当成一个回落。为什么说勉强呢？它是够5根 K 线，现在看的周期是15分钟上，对吧？我们把这个给清掉，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要看哪段，就看这个高量的这段。那么这里是有一次回落的，有2根 K 线有曝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模糊的说的话，这里也可以当成一笔回落，也没有关系。3段嘛，那么利用这3段，我再测一下它的这个力度，哎，还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看到没有？216应该是 216.07， 也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那开盘的时候，一根 K 线是在这个等比例之上，然后这个慢慢又下来了，现在第2根 K 线又上去，是争夺的。所以说呀，217这个位置是一个216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看一下是不是216还是217 216.07，所以说216.07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说它的这个位置能不背驰的话，那就可能在15分钟上还没走完呢，可能15分钟上来一个1、2、3、4、5，那就远了去了。所以说啊，如果说还想这个看得更细怎么办呢？就是看这个第3段的内部，那就看一下5分钟上，甚至是1分钟上。5分钟上的话也是一个1、2、3。1、2、3，这个有一个回落，但是不够比，所以说还要到1分钟上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可以拿这个做例子来看一下小周期上有没有。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下面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呢回落的第2次不够比，所以说这里没有中枢。那这里有没有中枢呢？我们现在就在看的，其他的都一样。任何一个周期的你分析的时候，就是找那个周期上有没有中枢而已。那么这里是有过一次中枢回落，我们可以把这个小中枢给它画出来。这也不够，我看一下最低点188.5 188.52不够啊，这个也不够。那么这里呢？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我们把这个小中枢给它画出来。就这里有一个1分钟的中枢，我这里还没有1分钟的，因为我很少看1分钟的，因为这个太短了，只能去做日内交易的时候。然后今天这个开盘之后的回落还成了1分钟的一个3买，我们看一下当下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抓得住这个位置。那么它起涨的位置是在这里194.8。那么194.8的上涨，然后测一下回落，刚好是跌破了0.018，浅浅的跌破了之后拉回来的。你如果说一直盯盘的话，因为在它没有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比如说它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位置了，对吧？你就直接等嘛。那它在前面这里是尝试过一次反弹，你可能会，比如说你看到了这个位置，你可能进了一下，但是呢，它夸又跌不下来了，又把这个位置砸破了，那么就看你有没有止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进场了，你把止损放在下面的话，它可能刚好打掉你的止损就拉回来。所以说你在做日内的时候，这个止损不能设得太近，你不设止损也不行，但是呢也不能放得太近。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把这个位置的进场的人打掉之后，然后就赶紧往回拉。所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你可以叫它破底翻也可以，对吧？这里类似有一个底，然后它把它破掉了，然后又拉回来，这就叫传统理论管这种叫破底翻。无论怎么样吧，任何的回落都不是你去割肉的这个时候，而是找有没有买点。买的时候都是买回落，卖的时候都是买上涨，这个节奏你是不能错的，对吧？不能说我涨了我开始追它，你一追啪就下来了，可能。所以说它在1分钟上给了一次回落，反而是一个3买，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不是告诉你缠论里面很少去买突破的，它这个因为比如说我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去买突破了，可能刚好买在一个这个相对的高位，它又回来了，对吧？所以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去买突破的话，要看这个它的次级别小周期里面
它这个力度是强还是弱。像它这种一个跳空高开，一般带缺口的这种突破都是强的，对吧？要看它的位置，相对的位置，如果说是在相对低位的时候，一个跳空高开的时候，然后又突破一个区间或者突破一个中枢，这个时候是可以追的，在底部。我说的是底部，但如果说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时候，然后跳空的缺口也不大，力度也不强，那有可能是一个衰竭的性的缺口。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缺口有3种，比如说我们简单说一下缺口。这个缺口这个东西，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吧？然后第三个，缺口有3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缺口就是或者底部的缺口，我们叫它突破性缺口。那么中间这个缺口是一个叫中继型缺口，那么尾端的缺口是一个衰竭性缺口。就理论上讲，但是没有100%的对应性。这个衰竭性缺口和这个中继型缺口都会被补掉，只能说会被补掉，但是什么时候补，就是这个周期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得到的。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横几年，然后啪把缺口补掉。是可以的，也可以是下一秒就补上，就是这个周期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你知不知道它补不上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只需要知道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突破型的位置，还是中继型的位置，还是尾端的衰竭型的位置就好了嘛，对吧？所以这就是你在用所谓的缺口想交易的时候来判断这个位置，我是应该追还是应该去那个减仓，对吧？可以利用这个位置相对的这个位置来做一个辅助判断。那么针对这个 circle 的话，我们刚才从1小时上，我们复习一下，或者说总结一下它现在这个位置，把这个周期给它调到它的相应的，应该在1分钟上才需要用到这个。现在1小时上是什么节奏呢？结构呢？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个1、2、3段，这个第3段没有被持，所以说它完全是可以在上面，可以是一个1、2、3、4、5，还没结束，因为在模型里面这是大 A， 现在走的是小 B 段。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出来一个大 B 段，然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才结束整个的一波上涨，对吧？所以现在它的整个结构是非常不饱满的，也就是说这个离开段小 B 段没有完成，小 B 段的小 B 段，也就是 B 中 B 还在生长中，也就是说它的15分钟上也是个3段，1、2、3，对吧？我们刚才说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216，现在有3根 K 线，但是虽然说第一根 K 线是收在了这个216之下，但是已经有2根 K 线了。简单的说，如果说再有一个 K 线在216之上的话，那这就是15分钟上也不维持了，那就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看有没有4和5。所以说就是它的所有的周期就是在1小时下面的小周期里面都没有饱满度。如果说一个结构不饱满，所谓不饱满的话，就是这种浪形模式的时候，说明它的力度是很强的，动能很强的，这种说明它的这个上涨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它要形成中枢的话，回来形成中枢了，那说明力度开始衰竭了，开始减弱了，就没有冲的那么猛了。结构越简单，说明它的动能越强。所以说你利用结构，你也知道它现在大概的一个强弱度。好的，那么看一下这个 share 的朋友问特斯拉是吧？特斯拉的话，好像是之前是说特斯拉。在这个6月22号要这个有这个，不是说6月22号在奥斯汀要开始这个试运营 Robotaxi 吗？但是呢，好像是之后，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法律，立法者又说正式要求特斯拉要求将其在奥斯汀的这个上线计划推迟到9月份，说是需要。就是这些立法者要求这些自动驾驶汽车申请在德州的这个运营的授权，所以说这就是现在市场有点不太确定了，到底6月22号，也就是后天，能不能够在奥斯汀运营这个事儿？现在特斯拉这个公司还没有对这个请求做出回应，对吧？那么如果说6月20号出不来的话，那可能就要到9月份去了，那这个玩意儿又那个又往后推了，所以现在市场现在是出现了这个迟疑。然后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的这个大周期上，周线上是有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顶分型，但是因为
这个之前出现顶分型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川普跟马斯克玩变脸，玩 face off， 对吧？在各自的媒体上玩 face off。那么现在又有缓和的迹象了，那么现在大家那个关注度又开始关注他这个公司本身了。那个马斯克也开始减少他参与这个政治的事儿，对吧？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公司。那么，周线那个顶分型这个问题并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消化。它在这个日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刚才我们看的是周线。它在日线上的话，如果说这个反弹突破了355.5的话，这个355.5是个关键的位置。如果说再次突破355.5，但是不能够突破367.7，意味着这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的二卖，那可以再回来，甚至再次打掉273，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周线上一个大的回落，对吧？而现在它是没有一个没有选的方向，这里在1小时上是有一个中枢的，但是呢，从273这个上涨的话是够5根 K 线，就这个273，我们把它画一下，273到355，之所以我刚才说，如果说再往上走，再突破355.5的话，因为它这里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的，严格定义的话是不够一笔，只有突破355.5才够一笔的反弹。那么如果说不能够突破367的话，就是二卖，你就要减一减，看它这里是要做一个中枢，2次反弹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下，还是说是直接就一个3段下，对吧？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它没有选方向。如果说真的是要往后推的话，那可能就要往下走了。往下走也没有关系啊，往下走的话就看它的一个力度。如果说能够给一个二买弹一次，然后再下，你还是有机会做这一段的。所以说，整体来讲，它没有选方向，往上走要减一减，往下来的话，看它回落的这个力度。如果说力度杀得非常快，很快就比如说先把这个200天直接杀掉，然后跳空往下走的话，那可能要去跌破这个273了。那整体这个位置啊，比较微妙。你的仓位的话，就看你的这个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不能太重。往上走的话，反而要减一减。现在这个状态，整体对特斯拉或跟马斯克相关的各种，并没有很明朗，并没有变得非常明朗。所以说我个人，如果说你风险喜好比较低的话，那么仓位的话，相对要配的低一点。哦，在你之前还有个朋友问了 Helen 呢，朋友问这个 Uber 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下 Uber。Uber 好像也要推自己的 Robotaxi， 好像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Uber， 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简单再看一下它的图形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月线。大周期，我们每一个都是先看大周期，找一找方向。大周期上，它这里其实从它上市的这个上市之前，Uber 的话，它上市的价格是45美元，45的话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刚好是这个中枢上沿的位置，所以这个是它上市的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把这个回落算成一段的话，前面这些，比如说它在没上市之前的价格是一个进入段的话，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是有这么一个中枢或者平台。那么它这个回落到54.84的话，还是一个3买，在月线大周期这个位置还是一个3买，针对这个平台。那么又一个3段上去，从这个19.9这个上涨的话，它这个是出现3段了，就是离开这个中枢是出现3段。这个明显第3段现在有点偏弱，对吧？然后这个 MACD 你一看，就这个第3段的 MACD 跟这个前面这一段的 MACD 比较，这个明显这个柱子的面积大，这个后面的柱子面积小，但是也没有明显的背驰，因为它这个快慢线的话还在高位，并没有明显的回落，对吧？就是这个第3段可能还没走完，然后你可以看它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的，看一下周线上。从这个54.84，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那54.84之后也是有一个中枢，进入段中枢震荡离开，然后现在开始尝试有回落。这回落的话也是踩的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之前是踩到了这个中枢的上沿，就这个回落，刚好进来了，看到没有？刚好是跌到了81.86，跌破了这个小中枢的上沿，然后这个周线中枢的上沿，然后现在还是没进来，就是这笔回落没有出现，只有跌破81.86，就本周或者下一周或某一周跌破81.86的话，那就会形成这个回到中枢里面来了，就是维持中枢震荡。这里还有一个中轨嘛，中枢的中轨，只要在中轨之上的话都是强的。那所谓强的话，就是回落的时候你要买回落，就这种震荡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期待它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这是针对这个Uber 的这个周线。那么什么时候它才能够脱离这个呢？那就是必须要有力度的往上走，给一个300，就针对周线的大中枢给300才可能脱离它。但是现在它这个力度并不够强，那可能更大的概率是要回来。那么回来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内部，就是我高量的最后这段，看一下这个日线上它的内部。现在它这里出现了3段了，对吧？我就把 93.55 这里断开，我现在只关注 93.55 右侧的，我只关注右侧的这些图形，左侧这些不用看。先看它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来，是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下来，还是说直接3段下去？3段的话就容易被持啊，因为毕竟它这个第3段现在跌的力度不够强。如果说这里能够 MACD 收得住的话，在0轴以上收得住的话，还能起来，直接起来还也可以，对吧？所以这里你可以稍微配一点。如果说一点仓位都没有的话，这里可以稍微配一点，就是说做这一笔是，这个 MACD 如果说能收得住的话，是能有希望做一笔。当然，更好的情况是直接再次突破 93.55，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这个上涨没结束，就是从 60.63 这里 60.63 上涨没结束，它完全是这个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打离开。但因为这个进入段太强了，这个离开的话容易被持。但是即使这样的话，这个位置也值得你尝试，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的，因为这里是在做一个中枢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结构买点，就是中枢的结构构成中枢的这个结构的买点，叫结构买点。因为它这个 MACD 表达是这样的一个弱，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要长期看好的话，那这个位置我是要配仓位的。所以说呀，选好了股票之后，剩下要做的事就是仓位大小，然后看你的周期，周期越大，可以配的仓位就越大；周期越小，所能用的仓位就越低。很多人是正好相反的，天天去做1分钟，可能日内的交易，可能满仓在那干，对吧？这样倒配了，你相当于。所以说，一定是相应的周期配应相应的仓位，而不是说是周期越低，我用的仓位越大。那样的话，你根本没有那个交易小周期的能力，你就玩小，然后用大仓位，那你不是勤等着亏钱的吗？对不对？你不能光想赚不想亏吧？很多人只想赚不想亏，出现了亏损的时候就硬扛。这是针对这个Uber。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现在指数是个什么状态？现在标普是涨了 2.2%， 还是横在这儿不动。有可能，比如尾盘的时候给你来一个快速上拉或快速下拉，基本上也就有点招数了。现在这些机构，现在市场上波动比较大的，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Circle， 现在是上涨了 15%。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 Coinbase， 我在周2做直播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朋友问，忘了是不是 Shirley 朋友问的还是谁问的，就在这个位置问的。当然我当时就说个人倾向是再次突破这个277，我当时给到的依据就是啥呢？因为它这个当时 MACD 就是看的 MACD 明显的强啊，就是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4的回落，就是4浪从142.58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就是4的回浪它调整的比较充分，就这段的时候它调整的很充分，它的内部，它在小周期上明显是有这么一个结构，这是有进入段，然后这有小中枢，是这么一个结构，1小时上是这么一个结构，所以我说这个位置你要配仓位，因为当时他问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周2是哪天啊？周2是下跌的这天，就是跌了 2.59% 这天。反而是一个进场的机会，你发现没有？
所以说下跌不是什么坏事，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分析能力，能不能够找到下跌的时候反而敢买，而不是去追涨，对吧？这就是你的交易的这个节奏了，是买回落而不是去追上涨。那么在这个位置你如果进场的话，那么第二天它涨了16.32%，它这个上涨也是跟稳定币相关的，我当时注意了一下。好像是说你在 Coinbase 这个平台也能够交易稳定币了，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还是说他在申请这个，所以说也是蹭流量吧，也是蹭这个稳定币的流量，还是怎么着，造成了它呀当天大涨16.32%，那么今天又是延续涨了3.47%，所以现在跟稳定币相关的这个都是热门的，对吧？我个人建议。看你个人的这个之前有没有 Coinbase， 如果有的话，当然可以继续持有了。那么 Coinbase 大周期我们之前说过的，它在这个我们可以重复一下 Coinbase 这大周期，从3.51这个，它之前这是它最高点，这是400多跌到了31，这是前面是一个完美的趋势下，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一个中枢。大 A 大 B 一个完美的趋势下之后开始走反向，然后从31.55这里就是它的一个起涨点，就这一波都还没有脱离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呢，这是也是上涨的大 A， 然后现在这里做了一个上涨大 B， 所以现在它完全是可以再次打掉349，就是这波上涨可以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然后给你一个回落，形成一个300之后再打一个高点，就针对它再给一个300。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从下面这个最低点31上来这个结构，这一波上涨，这波还没完事儿。那么你要降低到周期，就看它一下它的内部能不能够冲破349，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日线上，就是五段嘛，1、2、3、4、5，对吧？现在这个5又出了高点了。那么虽然说 MACD 的这个面积啊。快慢线呢，跟前面这个3比较的话是有点弱，但是这个5要结束，这个5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说它结束的，所以比较有没有背驰的时候，一要看本周期的，我看当下的这个周期有没有背驰，就是 MACD 这些辅助判断。二呢是要看它的内部，它的内部如果说动能很强的话，它上涨动能还在维系着，那就不可能结束啊，它要结束你才能够去比较它。有没有背驰，对吧？所以说是多维度、多周期的一个观察。你单看一个周期的话，那你分析就相对的片面。你看它这个从235这个上涨，现在已经够一笔了，但是它这里有3根 K 线。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有没有超过，就任何一个周期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嘛。有3根或者3根以上的话，说明它的小周期次级别或者次次级别就有中枢了。你起码有2个的时候才可能结束啊，现在只有1个呀，那你离结束还早呢，对不对？但我不建议大家去追的，我一直建议就是有回落你要买回落，而不去追涨。追涨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任何的位置买都有可能赚可能亏，任何的位置都是这样，都没有100%的位置保证你肯定赚肯定亏，对吧？所以说任何一个位置你进都有可能赚可能亏，但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种回落的位置呢？因为回落的位置买你更可能赚，这就是这个原因。或者说你去买底分型形成的时候，可能你赚的概率大于你亏的概率，就这么简单。你在3.5这个位置你进场也可能赚，但是你亏的可能性可能更大，就是它的盈亏比不好配置。或者说你这个位置进场了，止损不好放。但如果说我在235附近进场的话，我止损可能就放到下面就好了，对吧？我这个亏损是能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放大它的亏损，那这就不叫交易了，你叫赌博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要考虑它的盈亏比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跟你做生意、做实体的经济，你拿个100万去投资，你要考虑我亏多少我能承受，对吧？你不能说我100万我全亏了我也能承受，那你这不叫做生意啊，不叫投资啊，你这叫赌博呀。你赌博可能是啊，我拿个100万我进场去搏一下，最后可能基本上全给扔给赌场了。你赌博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是没法控制的，赌博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投资你是能控制的，你能够知道我在什么位置，我要只能承受1%的亏损，我就出来止损，等它变好之后我再进，对吧？
因为股市里面没有说我现在这个位置出来了，我就不能再进了呀，我可以随时进随时出，我只要能够控制我的亏损就好了。你只要计划好了什么位置能进，什么位置能出，可进可出，这是小散户的这个优势。我们的资金量小，我随时可以进场，随时可以出场。再加上现在很多美股，大家很多交易的这个券商都没有手续费的，对吧？尤其是你做股票的话，那你更方便了呀。你可能玩期权的话是有手续费的，但是玩股票的话是大部分券商都没有手续费的，所以这个更便利了。前提是你能够分析好什么位置进，什么位置出，这个一定要想好你的这个。很多时候只想你一定要是把你的亏损想好了，想得越周全越好，那么你可能交易起来就更顺畅，而不是说我光想赚，哎呀，我这个位置进了，我能赚个多少，你可能更容易亏。你如果说能够把亏钱的事想好了，你可能更容易赚。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很多时候你光想着赚钱，不想着亏钱，你反而容易亏钱。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我只要亏多少我能承受，我就出来，你就相对于立于一个不败之地了。那赚钱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把亏钱的事想好了，那么赚钱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现在离我们结束时间，我准备到10点半，也就是1个小时直播。看一下现在指数个什么情况，现在有点开始有回落的情况，看它能不能跌破这个5963，关注5963这个位置。跌破5963的话，就是日线就回落一笔了，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中枢了，对吧？那就看它的延续性。我一直之前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5800这个位置。也是前面这个下落的位置在5767，也在5800附近，然后这个200天和120天均线都在5800附近，所以说如果说要回落的话，你就也不要着急抄底，所谓的抄底一定要等它下跌的这个动能被这个完全消化之后，你才能够进场。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往下走的话，先看5800附近。现在可能市场更多的还是比较关注于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事近况，看到底能不能够把美国给拖进去，对吧？毕竟如果说美国拖进去的话，可能这个就扩大了，是不是3战就来了？这谁都不知道啊，是不是能够伊朗能够豁出去就拼死了干呢？还是说特朗普那边能够下定决心呢？因为现在特朗普那边好像据说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说是在2周之内吧，谁知道呢？他一直说2周，他很多事上都说2周。还有之前还有记者翻出来他之前讲话，好多事上都说2周，但是最后就变得说，哎呦，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估算，所以说不知道。看看也有说这个周末可能美国因为特朗普还是看股市的，他还挺在意这个的，对吧？所以说他可能不会在美股交易的时间段去有什么大的动作，因为会对市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真有可能要美国要上场的话，可能要等到周末了，看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周末变化的话，就是下一个周末，对吧？所以说现在市场现在就没有方向。那么即使是跌破5963的话，这都是非常小的一个回落。到5800的话，我们看现在的价格到5800才2.74%，这个都非常小。现在这个节奏，我们一直说牛市的节奏是快跌慢涨，现在明显是一个牛市节奏。即使有快速下杀的话，你也不要害怕。但是呢，我一直说这个位置，因为它在小五浪，或者说是3笔也可以，第3笔这个位置你仓位要稍微减一点，你才有可能买回落呀。对吧？你这样的话，在上面要减，下面才能买。你上面不减，然后下来了，你这里加仓，你说明那个仓位配置是有问题的。然后还有1分钟，我们再看一眼这个 VIX， 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了。这个 VIX 的话也是，之前在这个位置的话，它也是受到伊朗跟以色列这个事儿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但是现在也没有上去，对吧？在
下面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枢，它没有拖的一个大中枢，现在想往上冲也没冲上去，没有力度，现在已经MACD 已经到了0轴附近了，拉到0轴附近，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酝酿一下，对吧？蓄势，然后再冲上去。所以为什么我说指数那面仓位不能太重的原因，这里就随时张口了，它这个 MACD 随时可以张口变大，就可以冲上去。而且它现在刚好是在120天跟200天那个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啊比较微妙的，随时张口往上走。所以说你也可以自己去买点做对冲也可以，但是我们简单的对大部分人来讲，减仓就是一个最好的对冲。如果说你不看好一个票也好，什么指数也好，或者怎么样，你就减仓嘛，对吧？你也不需要去做空，做空难度太大，对大部分人来讲，做空难度太大。它讲究的是，做空讲究的是快准狠，是那种速度特别快的那种。一般人是这个比较难把握做空的。你如果说又想做多又想做空，那最终可能就是两边挨嘴巴子，比较难操作。简单来说，你就去减仓就好了。所以说，不习惯做空的话，就减仓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好的，现在到了美东时间10点半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